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因为呢，这个快要过年了哈，可是呢，我们看到在政坛上面仍然纷扰不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现在的政坛的这些风云变化。欢迎右昌。时琪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在政坛上面，当然除了柯文哲的案件很纷扰之外，另外当然就是立法院。我想问的就是说，先从立法院的表现开始谈起，因为蓝白联手这个通过了很多个法案，在民进党执政党的眼中就觉得这个有点窒碍难行啦，没有办法啦。好，那可是比拳头比不过人家，比人头也比不过人家，所以民进党是不是陷入了一种不断轮回的失败的状态当中？这个对于支持者的信心来说，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消磨。我觉得，其实现在整个国会的一个状况从今年的4月份、5月份开始，大家去年啊，对不起，去年已经刚过完年，对，刚跨年，对，去年4、5月开始那从那个时候，傅昆萁去中国回来之后，开始推这个滥权违宪的一个法案。这个当然他们号称是所谓的改革法案，不过大家都了解，国民党现在大家都在讲反话。其实他讲改革其实是反改革。那他讲这个符合宪法，实际上是违宪，到最后宪法法庭也判，几乎全部都是违宪。那在后来这一次呢，大概就是傅昆萁夫妇去了香港。回来之后，又搞了这个2修3法，包括选罢法、财划法跟宪诉法，所以当然支持者或者包括这个我们公民社会很多的理性的公民，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在蓝白这样子恶搞，所以大家当然很愤怒，而且也这个准备动北调。对所以当然，这个包括之前的青鸟，或者说包括最近在立法院的一个集结，甚至很多的公民团体，还有包括这个民众自主性发起一些所谓罢免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不过，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程序是非常的重要。那大家当然也会想说，哇，这么可恶以暴制暴对啊，要打就来打那来互相伤害啊！对不过这种事情是真的想伤害的人他会去干，但是守护民主、守护台湾的民进党或者执政党，我们就不能这样子做。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一次最大的一个争议，其实是在内政委员会。其实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国民党在内政委员会，他把这个红楼的2头把它堵住，对不对然后那个让记者、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甚至包括媒体，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内委会的会议室里面去开会，结果国民党自己关起门来一党修法，才造成这一次这么大的一个争议跟冲突。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讲说，这个国民党这么可恶对不对？那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招委那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委员会如法炮制那这样不就好了吗？可以报复可是说实在，如果民进党真的这样子干的时候，其实就是跟着国民党一样去破坏了、伤害了台湾的民主的这个制度，还有包括这个立法院里面运作的这个规则。那以后民进党也没有那个道德的正当性去指责或者是去批评国民党说，你这样子做是这个违法乱纪，而且毁宪，破坏这个宪政，还有包括立法的一个秩序。所以民进党没招啦，就只能接受。我觉得倒不要这样子讲，因为民主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手段，还有方法。其实现在总统还有包括行政院正在努力的做一切的可能的一个救济的行动。那所以包括这个我们的行政部门，大家不要忘记了还有行政院。现在立法院当然是在冲突，但台湾是一个宪政的一个各自有各自的宪政的权利。好，所以大家也知道，行政院现在在准备要提复议。好，那总统是作为更高的在宪政机关的更高的一个这个领导跟这个协调守护者的一个角色。好，所以这个民主有民主的一个程序，宪政有宪政的程序，这一点很重要。
那如果大家都不守民主的程序，就是说啊，国民党、民众党可以这样子恶搞，那我们也来这样子干的话，那说实在，从这个解严之后，台湾30-40年好不容易累积的民主的基础，可能就会在这样子互相毁灭、互相破坏民主制度的状况之下，产生更大的。佑昌，我的疑问是说，因为现在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或者很多民众就不知道方向感，也就是说，赖总统跟行政院长没有把可运用的方式清楚地告诉这个社会，因为这些方法、这些手段都必须要进行沟通。譬如说要提复议，好啦，那我们再往下一步，如果提复议，一定又被否决啊，行政院啊，你完蛋了，你提复议也不会成功啊，可是他们也不会倒戈啊。那所以就呈现了一个两院之间的更紧张的对立状态。以后行政院任何法案都不用想过啦。不过其实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子。也许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视或者是说政论的这个评论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可以这样子谈或者这样子想。但不过时期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行政院提复议，那执政党就讲说啊，反正复议不会过，那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因为比人头比拳头都输啊。这个我们倒不要这样子去想，就是说今天你让行政院把复议的这个动作，还有包括它的一个程序，行政院会去做相关的一个论述，他也会提出这个复议的这个理由，而且复议之后呢，行政院长还要去立法院做报告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所以这个是一个既定的一个宪政的一个程序，你让它走完。那如果真的是复议，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同样的联手，又去把复议否决的话，那社会老百姓大家会看得到，大家也会去这个了解到这个过程。但是现在行政院才要提复议，那执政党自己就讲说啊，反正复议不会过，好，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其实在逻辑上面，还有包括在这个程序上面是有一点汉格的。所以当然各种的一个策略跟方案，这个幕僚的单位大家一定会有推演，包括在合法合宪的这个程序里面，这个一定会有推演。所以可不可以直接讲说，对，第一提复议，第二提释宪？但是刚刚在讲嘛，今天行政院正要提这个复议，所以你去把后面说反正复议不会过，然后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怎样？其实这个在第一个，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尊重这个所谓民主程序的一种做法。可是这是在政治作战必须考虑的沙盘推演。不是沙盘推演一定会有，但是你不能现在把你后续可能要做的这个动作或者规划要做的动作，你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先讲出来。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不同的角色，也许他可以去谈，但是可能站在府院或者包括党的这个角度，其实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上，在行政院要提出复议之前，真的不适合先去讲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跟这个社会的对话，或者是跟这个支持者的对话当中，只能确保第一件事情提复议，就只到这边为止。刚刚在讲，包括我们党团当然现在因为国民党他有这个怎么样政治的操作嘛，2个已经通过这个的法案，对啊，他就是故意不送出来啊，对啊。可是这个事情就是让社会上大家看到，到底谁在恶搞，到底谁在操弄政治，到底谁在机关算尽。那我必须要讲的是，当然现在政党的对立，其实还蛮严重的，不过我们其实也是发现。即便是这么对立严重的一个状况之下，蓝跟白的支持者，大概还有大概25%到35%的这个支持者，基本上他是理性的，也就是他会因为不同的一个议题，他还是某种程度他也会认同支持这个执政党。或者是包括这个府院，就是你们从民调上解读出来的。这个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历次的一个民调，其实都可以观察到，所以并不是所谓的蓝白的支持者或者选民，他就完全是非理性的。其实还是有一个比例，大概25%到35%左右，
哈，它是可以因为不同的一个议题，它还是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跟想，它也不会完全跟着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诉求跟主张而走。那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没有政党倾向的中间选民，这个是这个执政的团队或者民进党，我们在做议题的一个论述上面要去特别去争取的对象，因为中间选民他平常没有那么关心政治的议题，他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了生活。那刚刚你提到的这个非常这个冲突性很高、对立性很高这个支持者的一个诉求，这个当然很重要。但刚刚在讲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面，还有包括刚提到的整个民主程序宪政机关的这个秩序，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这个思考跟去兼顾的部分。所以可不可以讲说，在1月休会以前，完整的这些过了的法案，然后行政院会在1月底的时候提出复议？这个当然是要看，也要看立法院。这个其实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那刚刚在讲，现在只有一个法案送到了行政院，所以行政院针对那一部分提出复议。所以，那释宪的部分呢？譬如说宪诉法，那你就必须他要送进来，他才有办法。所以我才说走后续的宪政的程序。在1月休会之前，预计啦，我是预计在1月立法院休会之前，应该所有的法案都要包一包送出去了吧？这要看立法院。好，要看韩国瑜院长他要不要把这个已经通过的法案送到行政院。他如果把这个已经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行政院才可以采取，或者包括总统府才可以采取下一个宪政上的一个这个救济的一个手段。